大家好，歡迎收聽正向報嘅節目。今次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啲較為理論性嘅話題，內容咧希望唔會悶親大家嘅。大家見到今日嘅主題就係帝國主義嘅衰落，中國能否引領全球南方國家消滅西方嘅剝削呢？喺現今全球化嘅時代咧，世界嘅政治經濟格局正正係發生緊深刻嘅變化。而作為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西方國家長期以嚟一直喺經濟同政治層面剝削全球嘅南方國家。但係隨住中國等等新興大國嘅崛起，呢一種傳統嘅剝削模式咧，正正係受到前所未有嘅挑戰嘅。咁我今次咧就想同大家探討乜嘢叫做帝國主義嘅經濟學，同埋分析全球南方能唔能夠抵抗嚟自西方嘅剝削嘅，以及中國喺呢個進程可能發揮到啲乜嘢嘅作用嘅噃。首先再同大家解釋一下乜嘢叫做全球南方先。呢一個係一個政治詞語，英文叫做 Global South， 泛指嗰啲曾經被列強殖民統治，而目前整體上咧仍然處於世界體系嘅邊緣地位嘅國家，其中包括大部分嘅拉丁美洲、非洲、中東、南亞以及東南亞等等嘅發展中國家嘅。呢啲國家咧雖然喺政治上基本擺脫咗殖民統治，只不過喺經濟上仍然未能夠真正實現獨立發展嘅。而佢哋喺全球嘅分工地位主要係扮演住初級產品供應國嘅角色嘅，而製造業同埋高科技產業咧，仍然係被發達國家所壟斷嘅噃。跟住咧，先同大家講解一下帝國主義係如何造成全球性嘅剝削嘅。帝國主義就起源於可追溯到古代嘅噃。當時一個強大嘅帝國開始咧，通過戰爭以及掠奪嘅方式擴張領土、控制資源。而帝國主義作為一種制度化而又系統化嘅現象，係真正興起於15世紀後期，去到19世紀中期嘅資本主義時代嘅。喺呢個時期咧，西歐一啲國家喺技術、航海同埋軍事實力上取得突破性嘅進展，開啟咗大規模海外殖民擴張嘅浪潮。而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嘅代表咧，佢哋更為渴望佔據更多嘅資源、市場同埋廉價嘅勞動力。於是乎西方各國包括英國、荷蘭、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等嘅列強咧，相繼建立起龐大嘅殖民體系，瓜分咗非洲、美洲、亞洲、大洋洲大部分嘅地區㗎。喺呢個過程之中咧，西方列強無情嘅剝削同埋壓榨殖民地嘅人民，掠奪當地嘅自然資源，強行打開殖民地嘅市場，同時將自己嘅文化、語言、價值觀等等強加俾被殖民嘅人士㗎。為咗維護殖民統治，佢哋更加製造出種族主義同埋文明優越感等等嘅新嘅意識形態嘅。去到19世紀後期，由於工業革命嘅影響，帝國主義咧更加係進入一個新嘅發展高度㗎。喺嗰個時期，西方列強之間咧，為咗重新瓜分世界市場資源同埋大家嘅勢力範圍，繼而就產生激烈嘅角力，更加相繼出現壟斷資本主義嘅道路。佢哋加快喺海外嘅殖民擴張嘅步伐，使到殖民地幾乎覆蓋咗全球㗎。列寧將呢種現象以一個更為有系統嘅方式論述咗壟斷組織、金融資本同埋資本輸出以及瓜分世界等等嘅特徵嘅，從而更加揭示出帝國主義嘅本質就係為咗重新劃分已經被資本主義佔據嘅世界㗎。總之咧，帝國主義嘅興起係喺特定嘅歷史條件底下，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個階段嘅必然產物。佢係通過戰爭、掠奪同壓迫，將全球絕大部分嘅地區同人口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嘅軌道。
為資本主義國家獲取大量廉價嘅資源以及利潤，而呢一種剝削性嘅控制體系一直延續至今嘅，仍然係影響住當代世界嘅格局㗎。嗱，喺經濟層面咧，西方列強就通過唔平等嘅貿易關係剝削殖民地嘅自然資源同埋廉價嘅勞動力。英國學者羅德尼曾經喺佢嗰本著作名為《西方如何致富》，喺呢本書裏邊佢分析咗呢個過程。作為殖民者嘅西方列強咧，就強迫殖民地專門從事一啲提供初級產品嘅農業同埋採礦業，同埋禁止當地嘅工業發展嘅。同時，西方國家喺殖民地推廣佢哋自己嘅工業製成品，同時破壞咗當地嘅手工業。呢種咁長期嘅不平等貿易，亦都造就出西方國家嘅工業化進程，同時亦都加劇咗殖民地嘅落後同埋貧窮嘅噃。至於喺政治層面咧，西方列強通過暴力嘅意識形態手段嚟到鞏固佢哋嘅殖民統治，佢哋嘅殘暴鎮壓、反抗一切嘅行為，同時極力鼓吹所謂嘅白人優越論以及文明嘅使命論，俾到自己持續嘅掠奪同壓迫嘅理由㗎。好啦，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咧，由於殖民地嘅人民不懈努力嘅奮鬥，西方列強嘅殖民統治嘅結構咧就去到名存實亡嘅階段啦。不過新興嘅新殖民主義咧仍然係保持住嗰種剝削嘅本質，以美國為首嘅西方國家亦都通過經濟、政治、軍事等等嘅手段，繼續掌控全球嘅資源走向，並干涉全球嘅南方國家嘅內政，維護自身喺國際事務之中嘅主導地位㗎。好啦，講到呢度咧，就再同大家分析一下，到底全球南方等等嘅國家係扮演住啲乜嘢嘅角色，同埋點樣抵抗呢種現象嘅。長期以嚟啦，全球南方國家喺國際政治經濟之中係處於被動同埋邊緣嘅地位㗎。二戰之後咧，南方國家雖然實現到政治嘅獨立，但係經濟上仍然係對西方存在住高度嘅依賴。呢啲國家喺20世紀中期嘅去殖民化運動之中取得重大勝利㗎。例如印度同非洲等等嘅國家通過和平或者武裝鬥爭擺脫咗歐洲嘅殖民統治嘅。喺1955年嘅萬隆會議咧，亦都成為南方國家合作嘅象徵。亞洲、非洲等等新嘅獨立國家更加係強調不結盟運動嘅重要性。而喺冷戰期間，好多嘅非洲國家，例如剛果等等，更加成為蘇聯同美國爭奪影響力嘅戰場，從而更加體現出外部大國喺南方國家嘅事務之中嗰種直接嘅干預㗎。去到20世紀嘅60年代以及70年代咧，全球南方嘅第三世界國家，例如印度同埃及啦，通過計劃經濟同埋國有化，嘗試走上自己獨立發展嘅道路，藉此就減少西方經濟嘅依賴嘅。去到石油危機期間，OPEC 國家嘅石油禁運咧，亦都凸顯出南方國家喺國際經濟之中嘅潛在影響力㗎。至於拉丁美洲嘅社會主義實驗咧，例如古巴嘅革命以及委內瑞拉嘅玻利亞爾革命，亦都展示出南方國家喺尋求政治同埋經濟自主上嘅努力。東南亞國家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等嘅經濟奇蹟咧，更加展示出通過工業化同埋市場多元化實現經濟自立嘅可能㗎噃。雖然咧，亦都係面臨住西方嘅剝削同埋國際政治經濟結構嘅制約，全球嘅南方國家仍然能夠通過唔同嘅方式嚟到抵抗以及尋求自主發展嘅能力嘅。呢啲國家嘅歷史同埋現代嘅經驗，為當前未來抵抗剝削同埋持續發展提供咗寶貴嘅經驗同教訓㗎。好啦，中國喺全球能夠扮演住啲乜嘢角色呢？中國嘅崛起咧，可以係追溯至20世紀後半葉嘅一系列嘅重大轉變嘅。喺1978年，中國實行咗改革開放政策，
呢個亦都係標誌着中國嘅經濟係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體制嘅轉變。呢一個政策以及實施，亦都激發出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特別喺製造業、出口以及基礎設施建設各方面嘅。現在進入到21世紀，中國加入咗世界貿易組織，成為一個非常之關鍵嘅一刻，標誌住中國更為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噶。而隨後，中國更加通過大規模嘅外國直接投資同埋對外貿易，迅速成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噶。喺同全球南方嘅國家關係咧，中國嘅崛起亦都表現出喺唔少嘅層面噶。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加強同亞洲、非洲以至拉丁美洲國家嘅基礎設施投資同埋貿易聯繫，例如中國喺非洲嘅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例如喺肯尼亞嘅蒙內鐵路咧，亦都被視為對外擴張戰略嘅一部分。我所指呢個擴張係影響力嘅擴張，就並唔係西方殖民主義嗰種擴張噶。另外，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同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等嘅金融機構咧，中國亦都為南方國家嘅發展提供咗新嘅資金來源噶。至於喺政治層面咧，中國喺聯合國等等嘅國際組織為全球南方國家嘅利益持續發聲，反對西方國家嘅單邊主義同埋列強政治。中國亦都通過加強同南方國家嘅軍事合作，例如軍事訓練以及裝備供應等等，嚟到去鞏固中國喺全球南方嘅影響力嘅。所以中國咧唔單止係通過自身嘅經濟同埋政治嘅發展，展現出全球南方國家對抗西方嘅剝削嘅可能性，更加積極通過對外經濟同埋政治合作，支持南方國家自主發展嘅道路噶。喺未來，中國喺全球南方嘅角色將會繼續咁演變嘅落去噶，更加可能咧成為重塑國際秩序嘅關鍵力量嘅。好啦，面對住咁樣嘅情況，帝國主義個走向會係點呢？毫無疑問嘅就係經濟因素喺全球南方嘅剝削同埋抵抗之中咧，係扮演住核心嘅角色嘅。長期以嚟，西方國家依賴住控制全球嘅核心產業同埋貿易路線獲取巨額超額嘅利潤，通過技術封鎖同埋關稅壁壘，佢哋阻礙住全球南方國家嘅工業化進程。通過操縱國際金融體系，佢哋加強咗對南方國家嘅經濟控制力㗎。喺工業革命以來啦，西方國家嘅經濟實力源於對先進生產技術同埋專利嘅壟斷，呢種技術封鎖嘅政策亦都阻礙出技術向南方國家轉移嘅。同時，西方國家咧仲通過提高關稅壁壘，阻礙南方國家嘅工業產品出口，迫使呢啲南方國家只能夠圍繞住出口農產品同埋原材料嚟到去建立佢哋嘅經濟結構嘅。喺金融層面咧，西方咧更加係掌控住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等嘅結構，統治着國際金融體系。呢啲機構通過所謂嘅結構性調整計劃，強迫南方國家要採取自由化、私有化等等嘅政策，使到佢哋嘅經濟受制於西方嘅資本家。長期以嚟，西方同時通過操縱國際儲備貨幣嘅地位，獲取到全球經濟之中嘅貨幣發行權噶。所以啦，總括嚟講，全球南方國家喺抵禦西方長期嘅剝削嘅道路上，係面臨住種種嘅挑戰。而西方國家嗰種深深扎根於國際經濟、金融同貿易體系之中，掌控住全球資源嘅分配權。即使個別南方實現咗短期嘅發展，但係整體上咧，仍然係難以顛覆目前呢種不平等嘅格局噶。不過伴隨住中國等等嘅新興大國嘅崛起，相信呢種格局咧，現在係正面臨住全方位嘅衝擊。中國唔單止通過自身嘅發展擺脫西方嘅經濟模式，同時更加係積極推進一帶一路等等嘅機制嘅，同全球南方國家加強互利合作，已經成為南方國家嘅發展嘅重要助力噶啦。
所以喺目前極為複雜嘅國際形勢底下，中國能唔能夠進一步發揮佢哋嘅作用，我哋都仍然需要時間嚟到觀察㗎。不過我哋更加可以肯定一點嘅就係喺未來新興大國同西方國家之間嘅較量咧，將會係好大程度上取決於全球南方國家嘅發展前景嘅，亦都通過艱苦努力嘅奮鬥，持續持之以恆嘅鬥爭，全球南方國家先至最終能夠擺脫帝國主義嘅經濟剝削，實現獨立發展嘅。喺面對住百年未有嘅大變局，西方嘅帝國主義已經出現明顯步向衰落嘅跡象。但係話雖如此，嚟自帝國主義嘅反彈呢，相信喺可見嘅將來呢個力度會係比以往更加之大，目的都係要維護住既有嘅利益嘅。只不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逆潮流而行，最終就只會將自己引領到滅亡噶。所以咧，我自己就非常之期待中國透過同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持續嘅合作，持續擴大新興市場嘅影響力，咁樣先至能夠完完全全將帝國主義嘅影響力消滅嘅。唔知大家同唔同意我今節嘅結論呢？同意嘅話，都希望你點個讚，並將本節分享出去。同時亦都歡迎你喺底下留言，分享一下你嘅睇法。今節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為止，下節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嘅話題。